疑犯张达明，绰号饰眼机，年约40岁。公众如果知道他的下落，请立即与警方联络。哎，刚才那男人怎么了？打死了人，警方在找他。喂，我是小美，你有没有看到新闻啊？什么事啊？那个休息的四眼仔打死人了。哎呀，我看到了，怎么会这样啊？你知道被打死的是谁吗？就是那个找你麻烦、白玩又不给钱的黑社会。听说死得好惨哦。哇，想不到那个四眼仔那么狠，真糟糕哦！我把你的电话给他了，你如果发现有来历不明的电话，你就不要接哦。啊。爸爸，你还会来看我吗？会，爸爸一定会再来看小顺的。拜拜。阿庆说的没错，他这一生最大的错误就是认识我们，和我们结拜当兄弟。莫达也一样，你也一样，我也一样。我们最大的错误就是彼此认识。阿宝，就只剩下你了，不要跟上来呀！邦哥，你看到四眼鸡的新闻了吧？看了。你今天休息吧。阿当，你来开车。是丽姐。邦哥，丽姐去坑妞谈判，是昨天你惹上她手下的事。可是丽姐不要给人知道，不要说错，告诉你来。哎，我来看。是丽姐说，我惹对祸，我自己解决。邦哥。阿当。丽姐，我真的没有说，我什么都没有说。邦哥，你一天在我身边做事，就是我刘嘉丽的人。你做的事，人家一样会算进我的账。没事，我会摆平的。大姐，就是他，就是这个混蛋放走那女人的。 Baby， 这里是高级餐厅。 麻烦你有点修养好不好？啊，大姐，请。这位是老前辈，知道吗？他叫田义邦大哥，江湖人称四大天王之一的就是他。什么混蛋前混后的，一点规矩都不懂。 四大天王，不是已经老到要掉牙了吗？不好意思，邦哥，我的职员有点不识大体，冒犯你了。我敬你一杯，啊，大姐，请。对了，邦哥，四眼鸡是你的结拜兄弟吧？我今天刚刚从报章上看到他的新闻，没想到矮仔红的儿子被人打死了。 我更加没想到的是，打死他的人竟然是你的结拜兄弟四眼鸡。矮仔红是条疯狗，一疯起来就会到处乱咬人。四眼鸡打死矮仔红的儿子，而邦哥你又是四眼鸡的兄弟，你又是大姐的人，
偏偏矮仔红又和大姐有过节。大姐，我想你应该明白我的意思吧？所以，矮仔红会把账算到我头上？我都说了，疯狗嘛，他的思考逻辑跟一般的狗都是不一样的。疯狗也特别容易受人挑拨。说的也是，那我们大家当心点好了。你今天约我出来是谈这件事吗？当然不是，只是一件小事而已。有个女人呢，就欠了我们公司30万。那个女人叫什么 Nancy 啊。对了 ，Nancy。大姐，我就不知道 Nancy 是你的人。如果我一早就知道呢，我一定会先跟你打声招呼的。我不认识这个女人。是吗？那就奇怪了。邦哥为了保护那个女人，还打伤了我2个职员呢。拿证据给大姐看看。那这是他护着那女人。这2个兄弟就是被他打伤的。我很 smart 的，口说无凭，所以全部都 record 下来了。这就是证据，你还想抵赖？大姐，Nancy 欠下的那30万是由我的借贷公司借出去的。借据。刘，你当我是刚出来混的？所谓的贷款公司不过是合法的大耳窿罢了。这些表面功夫，你骗骗别人就算了，你还想来骗我？骗什么？你这臭女人，注意下你的臭嘴啊 ！David， 坐下。大姐，生意大家做，手法各不同。不管怎么样 ，Nancy 欠钱是个不争的事实。六，你听着 ，Nancy 欠你们的钱是事实，不过不是30万，是3000。你们逼他卖迷幻药来抵债，但是债永远还不完，因为你们要他不断帮你们卖药。你胡说什么？你真的以为你是什么4大天王？你邦哥，你选择相信一个风尘女人，那是你的自由。可是我必须很慎重地警告你，你的指责是毫无根据，并且非常严重。我经营的是一个合法的生意，我的借贷公司是领有执照的。我尊敬你是一个前辈，但并不代表你就可以随意的。好了，刘，少说废话，你到底想怎么样？我的借贷公司是领有执照的。我尊敬你是一个前辈，但并不代表你就可以随意的。好了，刘，少说废话，你到底想怎么样？邦哥现在算是你的人吗？当然是。那这件事是你负责还是他负责？邦哥的事，我当然会负责。说吧，你想怎么样解决？简单，交人，或者是把那30万的欠款解决了。知道了。今晚我会在这里回请你，再给你一个满意的答复。好，我就等你的好消息。大姐，今晚我就等你的好消息了。佳丽，那个Nancy，邦哥，你不用跟我解释了，我说过这件事我会解决。喂，他在哪里？好，你留意矮仔红，他有什么动静的话告诉我。还有，邦哥，你先上车等我，我有话要跟你说。好。喂，
的菜啊，真的不错啊。是吗？那我会跟大厨说，他的厨艺真的很棒，好到连死到临头的人都能开怀大吃。怎么不吃了？饱了。有时候别吃得太饱，要不然会变得头脑不灵光、迟钝，然后就会干出一些愚蠢的事来，比如说去诱拐未成年少女。我也只是想帮公司开拓条新的赚钱门路嘛。你果然是吃多了，头脑变得跟大猩猩没什么两样。大猩猩会帮公司赚这么多钱吗？那你是说，我应该感激你了？不敢不敢，我是说啊，只要是我好，就是你好，你好就是我好，何必说什么死到临头？这样的话，太严重了吧？是吗？可是我时时刻刻都在提醒自己，如果有什么差错的话，就只有死路一条。你不怕死，我可是怕得很，我甚至怕得全身发抖呢。为了不让自己再继续害怕下去，我决定做出一些事。那到时就轮到别人害怕的发抖。Hello， 你很忙吗？怎么电话响了老半天都不接啊？我现在在忙呢，我在火拼，有什么事啊？你老大姐现在壮得很啊，如果你还不下手的话，下次就没机会了。你放心好了，我已经准备好了。今天呢，我就动手啊！盯死他，不要让他作怪。阿当，到牙龙罗彪的档口。是丽姐，丽姐，你要清理门户啊，你要小心点呢。听说啊，罗彪特地到泰国请了2个泰拳高手随身保护，这2个人厉害得很呢，一拳可以打死人呢。闭嘴。Sorry。邦哥，你走吧。邦哥。阿当说的对吧？邦哥，你说你不想再走回老路，所以就别再多问了。阿当，上车。开车。开车。可是丽姐说，开车啊。丽姐啊，怎么办？邦哥，我说过我了解你的选择，可是我要告诉你，有些路走了就无法回头了。你如果不下车，你就会走回老路了。下车。开车。开车啊！喂，起来！猴子啊，我在等你行动，你在干什么？挑女人呐！你知道的，我做大事一定会找个女人来嫖的。你放心好了，我人一到，马上动手。啊！什么事啊？妈的！喂，猴子，怎么了？发生什么
不是的，猴子，开门啊！开门！刘家里已经行动了。什么 ？Hello， 表哥，刘嘉丽现在在外面。Hello， 小兄弟拿下我，那女人来了。怎么了？去哦！表哥，这不太好吧？这里闹起来了，会吓到赌客的。要是警察来了，我们损失可大了。你这什么意思？你听谁的？我本来是听你的，现在我是听丽姐的。丽姐说，从今天开始，这个场由我来看。他妈的！阿彪，你要去哪里啊？投靠溜？你已经没有利用价值了。现在就算你跪在溜的面前，他也不会多看你一眼。刘嘉丽，你想怎么样？你不是和猴子约好今天一起行动，对我赶尽杀绝的吗？不用这么麻烦的，我亲自送上门，顺便清理一下门户。亲自送上门，顺便清理一下门户。你既然已经知道了，我也没话说了。停车！阿唐，带丽姐离开这里。是。王哥，小心。走。道贺。
怎么还没回来啊？惨了，丽姐，邦哥会不会给那2个泰国人打死啊？别胡说，邦哥会没事的。虽然邦哥是很能打啦，可是那2个是泰拳高手哎，你看他们3、2下就把我带来的3个人解决掉啊！莫大说过，邦哥以前可以1对5。那是以前，邦哥现在已经是40多岁的中年人了，而且刚才我看到他被打了一拳，差一点就倒下。他跟你们不一样，他就算倒了，也会爬起来的。丽姐，不如我去看一下。邦哥，走了。邦哥，我送你去医院。不用，我还撑得住。今天怎么这么多人了？刘，我现在就回复你，人我是没有办法交给你的。那就是说用钱解决了？那30万嘛，我1分钱都不会交给你。你这臭女人你！以后骂女人的时候，最好先想一想。来，不好意思，大姐，今天要麻烦你帮我教训这些小职员，他们有时候啊，真的是不知好歹。我刚才说的话，你都听到了。听到了，那就是说我今天要空手而归了。那不至于，这2个人你可以带走。你不是在跟我开玩笑吧，大姐？他们2名可是你手下大将呢。既然你这么重视他们，我很乐意让你接收。我不是很明白你的意思。你这么喜欢证据，我也有证据给你看。丽姐啊，是刘那个臭小子逼我们跟你摊牌的。他还说跟他之后遇到警察扫荡，一切损失归他的，还可以分到营业所得的1半。他还保证了，这笔钱可以光明正大的花，不必像现在这样偷偷摸摸的。要想买8、2的车都不敢了。怎么样？你还想跟我要人要钱吗？大姐，你真的是会做生意啊！这样吧，我也是个生意人，这笔账我们就一笔勾销吧。不过说真的，大姐，我想你应该感激我，因为是我让你有这个机会除掉这2个废物。你说什么？喂，谁废物啊？说你们是废物，已经很给你们面子了。那个臭女，
都说了是废物，你还跟他说那么多干什么？大姐，不好意思啊，我有事先走了。恭喜你今天除了2个废物，还得了1名大将。对了，邦哥，我还没恭喜你正式重出江湖了。铁一帮涉嫌抢劫，严重伤人，惯犯被判重刑。我告诉你，离我远一点，最好就是马上搬走，要不然我会让你搬。自由。你不是黑道分子吗？不是抢劫和杀人的高手吗？怎么连1拳也伤不了？你太差劲了吧！哼！我离家出走啦，我跑路啦。你去打波星啊？解决了。啊？你的事情解决了。真的吗？你可以打电话去查。喂，你不要骗我嘞！我要是被他们抓到，我真的是会死得很惨的嘞！哎呦，你怎么变成这样子？我帮你吧，来来来啊！David 哥啊，我是想问你哦，我那件事情是不是解决了？啊，真的！谢谢你啊，谢谢你啊！拜拜拜拜拜拜 ！James Bond， 给你一个吻。哎，喂，我只是要给你一个吻，你就兴奋到晕倒啊哈！哎呀，我真的是没有力的，喂，我没有力的！哎呀，你没事吧 ，James Bond？ 喂，醒醒啊！ Hello， 喂，请问这是田一帮的电话吗？你找 James Bond 啊 ？James Bond？ 喂，你醒醒啊 ，James Bond！ 你是谁啊？我是田一帮的朋友莎莎。他快死了！喂，你醒醒啊！你是他的朋友呢，就马上来救他吧，我要赶着上赌船了。他死了，不关我的事情的啊！现在啊，马上啊，现在立刻啊，拜拜。喂。
James Bond，我还没有亲你，你就晕倒了。来，亲一个。提棒是我，提棒。莎莎，你发烧了，把这个放在额头上吧。你怎么会在这里啊？跟你同居的女人让我进来的。同居？她说她跟你一起住啊。不是的，她是我儿子朋友的妈妈，被人追债，躲到我这里来。喂，你要不要看医生啊？不用。你是不是受伤了？不是。可是那个女人说你好像打boxing回来的。她说我太夸张了。他知道了。什么？他知道我是他的亲生爸爸。你担心吗？我觉得这没有什么不好啊。可是我答应过他的父母。我知道，当时我也在现场。我绝对不让他认为儿子的。我是不会让他知道我是他生父的。你没告诉他，是他自己查出来的，对吗？我相信他父母会明白的，这是迟早的事嘛。所以我说，他知道并不是坏事，少了心防，可能你们的关系会比较好。我的过去，他应该都知道了。涉嫌抢劫，严重伤人，惯犯被判重刑。他很生气，很生气。不，应该说，他看不起我，看不起有一个这样的亲生爸爸。他要我马上搬走，离他越远越好。看来我要出手了。喂，我不是跟你说过，我是爱管闲事的莎莎吗？我来帮忙。嗨，请问姚志勇在吗？他去做工了。你是谁啊？我的朋友，他是什么名啊？莎莎，眼睛看不见，我哪里有这样的朋友？喂，你没有告诉他我在哪里工作。OK， 好，拜拜。Hello，请问这里有没有个叫姚志勇的？有啊。他是几点下班的？差不多了吧。姚志勇，有人找你。谢谢你啊。不用。姚志勇，姚志勇。你就是莎莎。对啊。我怎么不记得有你这个朋友？怎么，你很介意我说你是我的朋友？介意？我根本就不认识你。你好，我是莎莎。你到底想干什么？哇，我虽然看不见，不过你不要跟我握手，我很尴尬的。姚志勇。我们现在就是朋友嘛。啊？我听你同事说你快要下班了。走吧。去哪里？去喝茶嘛。啊？走啦。Jeremy， 我走了。
姐，饮料来了。多少钱？一共4.6块，谢谢。谢谢。好。哎，等一下，等一下。啊，什么事啊？你多找我2毛钱了。好，没关系啊，没关系。没事的，你是做生意的，来。好，谢谢。喂，喝吧，别客气。好喝。林莎莎，真没礼貌，应该叫我莎莎姐嘛。呵呵，跟你开玩笑啦。你找我究竟想干什么？我是在希望小站工作的，那里是一个教会办的中途之家。是不是他叫你来的？不是啦。喂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一句话，你就听我说一句话好吗？啊，没关系啦，反正你不听，我会追着你不放的。等一下，等一下。姚志勇，姚志勇啊！小姐，我可以帮你吗？啊，我在找一位少年，他差不多15、16岁。那我听到他脚步声往这里走，能不能告诉我他在哪里啊？前面就有一个少年。有啊。姚志勇啊，姚志勇，我在这里。谢谢你啊。不用。你到底想干嘛？一句话，就听我说一句话好吗？说吧。我以前看得到这个世界的，可是后来我失明，什么都看不见，我只能用心去感觉。那我感觉得到，田一邦不是个坏人，对，他犯了错，不过他已经付出代价，我们应该给他机会。你更应该这样，因为你是他的希望。说了吗？哦。哪止一句啊？啊，啰啰嗦嗦了，说了一大堆，而且烂透了，想吐啊！我有这样糟糕啊？很不幸，你是可以离开了吗？怎么不讲信用啊？怎么还不走？我也要搭巴士的嘛，你以为盲人会飞呀？麻烦你，如果36号巴士来，让我知道。一句话，就听我说一句话。我答应你，我会说好一点，说快一点。拜托了，除了讲点信用好不好？说了一句就一句。好啦，那等有机会再说啦。Hello？ 哎呀，你到底要什么？你跟我说什么？你干嘛在哭？什么事？他们打起来了。谁打起来了？我爹地妈咪，你有胆做，为什么不敢承认？我到底做了什么？你说啊！你不说我就告你。为什么会这样？每次医生以因为为的。以前都只是吵架，吵得再凶都没有动手。可是。你别哭了，你快点去劝劝他们吧。我不知道。Daddy。哎呀！发生什么事了？哎，姚志勇，喂，你去哪里啊？莎姐，我没有钱付等式费，能不能借我10块钱？一起吧，我送你。好，小心。安哥，我有急事，你可以开快一点吗？不够快呀，再快一点。没事的，如果你担心的话，我们一起祈祷吧。哎呀，他
他被我妈咪用花瓶砸伤了头，流了好多血，我现在在医院。啊？志勇，我很担心我妈咪，她现在情绪很不稳定，把自己关在房间里，不肯去医院。我很怕她会做傻事。你放心吧，我现在就过去。我也许救不了你妈咪，但是有一个人他定型，他确人的本事还蛮厉害的。哎呀，志勇，你爸怎么了？在等照 X 光。你说的那个人呢？他放我下车之后就去你家了。他是谁啊？他叫林莎莎，可是你得叫她莎莎姐，不然你会被她骂。她应该是一个义工。你爸妈怎么会闹成这样？因为我。啊？我爹地买了个手表给我，我妈咪很不高兴，两个人就吵了起来，然后就越扯越远。我妈咪说我爹地出国开会只是个借口，跟公司的女职员出去鬼混才是真的。也不知道是谁先开始，两个人就动起手来了。算了啦，大人的事别理这样多。我不应该来到这世界的。别这样说啦。是真的。我爹地说，自从我出事以后，我妈咪的性格就越变越奇怪。我爹地疼我，他会很生气；我爹地不疼我，他也会很生气。我黏我爹地，他会骂我，说我爱撒娇；我不理我爹地，他也会骂我，说我没心没肺。我真的不知道应该怎么办才好。听说有个看相的说，我和我妈咪八字不合。咦，别听那些人胡说了。志勇，我很担心我妈咪，我真的很担心她。别哭了。别哭了，别哭了。没事的。